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立花月志所著的《只要尝试过就会知道40岁后对身心真正有益的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40岁后最佳的5项娱乐方式；第二，40岁后对身心真正有益的习惯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40岁后最佳的5项娱乐方式来开始解释。本书专为那些在40岁以后开始关注身心健康的人而写。作者曾是代谢综合症和生活习惯病的高危人群，他通过亲身的实践，精选并分享了至今仍然有效的一些健康习惯。此外，本书还由医生兼分子营养学专家四田先生所监修，内容值得大家信赖。我们的健康与否是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所决定的。在20几岁或30几岁时，即使生活作息不规律，我们的身体也许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。然而，一旦步入40岁、50岁，健康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，幸福感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健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。说句实话，只要拥有了健康，即使没有财富和地位，相信我们也会感到幸福。反之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和再高的地位，如果身体不健康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非常不幸。拥有健康让一切都显得光彩夺目，而失去健康则会让一切都变得灰暗沉重、消极。我们绝对不能忘记，健康是幸福的基础。作者立花先生在20多岁时因为长时间工作，导致体重迅速增加。到了30多岁时，健康检查的指标逐年恶化，医生警告他随时都有可能患上生活习惯病。实际上，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，常常感到气短和头晕，有时候甚至走在地铁的楼梯上都需要中途休息几次。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决心先从饮食和运动入手，彻底改善他的生活习惯。于是他开始阅读大量和健康相关的书籍，并逐一进行实践。尽管其中的有些方法有效，但有些则没有效果。他挑选了那些有效的方法进行实践，并一直坚持了下来，最终汇总成了这本书。现在53岁的立花先生自信地表示，他现在的健康状况、专注力和工作表现都比他30多岁肥胖时期要好得多。在30多岁的时候，作者因为严重肥胖，总觉得自己已经老了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逐渐衰退，觉得活不长了。然而现如今，他成功减掉了27公斤的体重，完成了全程马拉松。这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。如今53岁的他，比起30多岁时更加年轻有活力，心理情况也更加稳定和积极，不再感到烦躁或沮丧。过去每个月都会患感冒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他的体力也得到了稳定的提升，每天早上都能精力充沛地开始新的一天。可能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老了，人生快要结束了，身体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。但实际上，通过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，尽可能多地养成有益健康的习惯，我们完全可以像作者一样，变得比过去更加健康、更加年轻。所以，我们绝不应该因为年纪大了而轻言放弃。今天是我们一生中剩下日子里的最年轻的一天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逐步养成有益健康的习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本书的内容。本书强调了饮食、睡眠和运动的重要性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了。所以，我们将在后半部分详细讨论这些内容。首先，让我先来总结一下书中提到的40岁后最佳的5项娱乐方式：一、摒弃玩乐是不好的这种观念；二、结交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；三、定期远离都市，置身于大自然；四、找到可以沉浸其中的活动；五、将必须要做的任务或工作游戏化。首先是第一种娱乐方式，摒弃娱乐是不好的这种观念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娱乐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
然而，许多人一提到娱乐或休息，就会联想到偷懒或懒惰等负面形象。因此，为了将娱乐融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首先需要消除这些负面观念。如果不打破这种心理障碍，我们就无法尽情地享受娱乐的乐趣。研究表明，娱乐有许多好处，例如，有娱乐精神的人往往会生活得更幸福。娱乐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，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，从而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。此外，如果是运动型的娱乐活动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，强化身体的肌肉，对身体健康管理非常有益。研究还表明，运动性娱乐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和肥胖等风险。相信大家在学生时代都参加过一些运动项目，虽然步入社会后可能渐渐远离了这些运动，但重新开始它们能带来许多好处和健康效应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重新开始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，无论是什么运动都可以。娱乐还能保持大脑的健康，提高创造力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记忆力。娱乐还可以强化人际关系，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能够认同。与我们一起玩得开心的人，我们往往能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。通过一起参与有趣的活动，能够增进彼此的联系，形成牢固的纽带。尽管娱乐在我们的人生中如此重要，但有的人不仅不擅长娱乐，也不擅长休息。作者在公司工作期间，经常与欧美人接触，并多次前往美国和德国出差。他深感欧美人与亚洲人在对待假期的态度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首先，基督教徒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，原本人类是不需要工作的，但由于亚当和夏娃犯下了罪行，所以人类需要进行辛勤劳动来作为惩罚。因此，欧洲人的基本理念是如何减少工作时间，尽可能多地享受休息时间。许多人认为劳动是崇高的，勤奋工作的人，尤其是长时间工作的人，往往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勤奋工作的人会受到高度评价。在许多公司里，仍然存在着加班多、在公司待得久的人被高度评价的情况。大家的公司或职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如果长时间工作的人被认为是优秀的，那么休息就会被视为不好的事情。于是，很多人觉得请假不合适，担心休息会给同事们带来负担。这种观念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做到放松的休息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改变对娱乐和休息的看法，将其视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，获得更好的身心健康。在休息日，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考虑工作，甚至带着工作回家处理。有些人在平日里长时间工作，会感到筋疲力尽、睡眠不足，因此他们会选择在周末通过喝酒、唱歌、暴饮暴食、冲动购物来疏解压力。在周末晚上熬夜，第二天睡到中午，醒来后继续慵懒地度过一天。如果您的周末生活方式也是这样的，那么实际上您只是在周末消磨了时间，而不是真正的享受娱乐和休息。坦率地说，欧美人是为了享受假期而工作，而亚洲人则是在工作日拼尽全力，并在周末恢复体力。因此，即使在休息日，我们也无法完全摆脱工作的影响。我们必须释放工作带来的压力和弥补缺乏的睡眠。这样的休息并不是真正的休息。为了度过充实的假期，我们需要改变观念。娱乐和休息不仅不是坏事，而且对健康生活至关重要。我们无法全年无休地保持高效状态。为了持续高质量的工作，劳逸结合是至关重要的。长时间低效的工作毫无意义。只有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，才能保持生产力。为了确保彻底的休息，我们必须在休息日完全摆脱工作。在40岁以后，许多人在公司的责任越来越重，因此在休息日也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工作，打开工作用的电脑或手机，查看邮件或信息。休息日也会被工作模式所占据，尤其是对于远程工作
或在家办公的人来说，平日和休息日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，切换起来会更加困难。然而，正是因为这种环境，我们更需要在休息日远离工作。我们需要从时刻想着工作是好事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，意识到彻底摆脱工作的休息日才是最好的。请大家尝试一下，在休息日完全忘记工作，停止查看邮件。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您的压力和疲劳感会大大的减轻，从而让您重新充满了工作活力。接下来是第二种娱乐方式，结交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。为了过上充实的人生，拥有能够彼此打开心扉交谈的朋友是绝对有必要的。在享受娱乐活动的同时，拥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也有少数人喜欢独自行动，但大多数人会觉得与朋友们一起旅行比单独旅行会更有趣。作者想强调的是，请务必努力结交一些与您毫无利害关系的朋友。许多人的社交圈子主要是由工作关系所构成的，通常是与公司同事、前辈或后辈等在休息日聚在一起。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和年龄的增加，建立与工作无关的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出差后与同事一起喝酒，周末与同事烧烤，或者参加共同的爱好活动，当然不是一件坏事。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公司同事毕竟是因为工作才在一起的，这些人都是有利害关系的。与您存在利害关系的人，最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朋友。例如，在公司必然存在上下级关系，无法像学生时代那样保持着平等的人际关系。部下会对上级保持谨慎，而上级也需要注意不要表现得高高在上。许多人都在为工作关系而苦恼，但需要明确的是，职场关系本质上是出于工作目的的连接。正因为有牢固的利害关系，与这些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会很困难。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一点，这样考虑问题就会轻松很多。但大家请记住，人际关系不仅限于工作。作者建议大家努力结交一些与工作完全无关的、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或同伴，参加兴趣小组或学习小组。这些人有着与您共同的兴趣，可以帮助您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精神上的满足。作者本身在担任公司职员的同时开始写博客，成为了一名博主。他通过社交网络与许多博主建立了联系。虽然大多数人很年轻，但他与那些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年轻人见面后，关于博客和未来梦想的热烈讨论让他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了。再后来，他独立出版书籍后，结识了许多同行的作家，他们定期交流彼此的业务愿景和未来的计划。这种坦诚相待的平等交往，让人能无所顾忌地发表真实的意见。作者感到这些重要的伙伴对他的人生非常珍贵和有帮助，因此他建议大家不要局限于公司里狭小的人际关系圈子，而是努力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结交能够坦诚相待的朋友和伙伴。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，人际关系几乎都与工作有关。而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往往只选择与工作相关或有利的人打交道。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无可避免，但利益关系牵涉的人际关系通常较为复杂。即使关系再好，一旦涉及到工作，情况也会立刻产生改变。真正重要的朋友最好不要涉及到工作关系。冷静地思考那些能够长期无忧地交往的人时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关系。因此，作者强烈建议大家积极结交那些长期无利益关系的朋友，在这些朋友中找到真正的知己的可能性非常高。接下来是第三种娱乐方式，定期远离都市，置身于大自然。在众多的假期度过方式中，作者提出了一种非常值得推荐的习惯，那就是定期远离都市，置身于大自然。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少有人工干扰的环境。在现代的生活中，我们平日里总是处于工作模式，经常暴露在电子设备、电磁波和无线信号中。我们在拥挤的通勤电车上被挤来挤去，或者被紧张的日程安排所追逐。
消耗的精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在年轻时，或许我们还能勉强支撑，但过了40岁，整年生活在这种人工环境中，会导致比预期更大的压力积聚。我们的身体正强烈渴望得到放松和治愈，因此，无论是山间、海边、湖畔，还是高原，只要是能让您心跳加速的地方，都值得我们前往其中探索。作者目前居住在距离日本著名的镰仓海边仅1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。镰仓三面环山，在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广阔的天空覆盖着海洋和山脉。作者搬到这个地方后，深刻体会到清新的空气和没有噪音的环境，以及接触海洋、山脉和森林等自然元素对我们作为生命体的必要性。科学研究已经证明，接触大自然有许多的益处，例如，接触大自然可以显著减轻我们的压力。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可以快速进入放松模式，而在忙碌的生活中却很难实现这一点。通过接触大自然，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降低，心率和血压也会下降。此外，接触大自然还可以改善抑郁症和减轻焦虑，提高人体免疫力。我们人类天生渴望与大自然亲近，大家绝对不能忽视这种本能。建议大家尽量摆脱城市的束缚，多接触大自然，特别是对那些感到疲惫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方法。可以在大自然中进行野餐，也可以选择露营或者徒步旅行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这样既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，又能进行锻炼，真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接下来是第4种娱乐方式，找到可以沉浸其中的活动。在前面我们提到，在休息日忘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然而，有些人可能很难做到完全的忘记，头脑中总是放不下工作。如果您是这样的人，请务必找到能够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的活动。这样一来，您就能够真正的做到忘记工作的事情。当您被动、模糊地度过时间时，会给工作留下思考的空间。但如果您全神贯注于某件活动上，就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了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够完全忘记工作，从而让您的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和恢复。那么，大家能够想到什么活动可以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呢？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，是否有那种在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飞快的事情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您真正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活动。这些活动可以是阅读、摄影、听音乐、绘画，也可以是运动或者园艺。当然还有其他选择，比如玩游戏、去美术馆、看电影。此外，与动物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舒适感。接下来是第5种娱乐方式，将必须要做的任务或工作游戏化。将日常任务游戏化可以使完成这些任务变得更加有趣和高效。例如，如果您觉得写报告很烦，可以设定一个20或30分钟的时间段，挑战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。设定好计时器，开始倒数，努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，这样可以避免拖延，轻松完成看似烦人的任务。此外，您还可以设立积分制度或奖励系统，例如，每次坚持冥想5分钟就奖励自己5个积分，或者每次运动20分钟奖励20个积分。当积攒到一定数量的积分时，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，比如吃喜欢的甜点或看一部心仪已久的电影。这种激励机制能够帮助您保持动力，让任务处理变得更有趣和富有成就感。通过这些个性化设定的规则，将各种任务转化为游戏，会让您更加轻松地应对各种挑战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40岁后对身心真正有益的习惯。我将从饮食、运动和睡眠等方面挑选出本书的一些重要内容来介绍给大家。首先，让我们从饮食来开始探讨。大家要了解的第一个概念是肥胖的黄金时间。尽管是相同的食物，如果进食的时间不同，导致肥胖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许多人会在肥胖的黄金时间，晚餐和睡前过度进食，
有些人把晚餐视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，而早餐和午餐则可能较为简单。下班后则倾向于通过大吃特吃来放松压力。虽然我很理解这种情绪，但从健康角度来看，这种饮食习惯并不理想。晚餐和睡前是肥胖的黄金时间，因为这段时间内通常主要是休息和睡眠，没有太多的身体活动和能量消耗，因此多余的能量很容易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。如果您一天吃3餐，早餐和午餐可以吃得丰盛一些，因为后续的能量消耗会帮助减少脂肪堆积，而晚餐则应该更轻盈一些，最好在睡前4小时完成晚餐。晚餐最晚也不应在睡前3小时内进食。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，过晚吃晚餐会增加患癌的风险，因此作者建议大家，如果因加班等原因来不及吃晚餐，可以在下午简单吃点坚食，回家后尽量只吃沙拉等轻食。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，那就是甜食可能会导致疲劳感。经常感到疲劳的人，可能是因为日常摄入过多甜食所致的。吃甜食时，大量的糖分会迅速进入体内，刺激胰岛素分泌，随后血糖水平迅速下降，导致低血糖状态。这时可能出现倦怠感、头晕、烦躁和情绪低落等症状，进而加重疲劳感。因此，尽管过去有的说法建议在疲劳时吃甜食，但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。要想拥有精力充沛的身体，需要控制糖分的摄入量。接下来，我简要介绍一些关于运动的重要事项。对于容易感到疲劳的人来说，需要记住的一点是，疲劳感不是由于运动引起的，而是因为缺乏运动。科学已经证明，运动不足会导致人体加速衰老、肥胖、降低集中力。通过保持适量的运动习惯，可以减缓我们身体的老化进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改善新陈代谢，延缓细胞的老化。运动不足不仅会损害健康，甚至可能会导致死亡率的升高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每天记录运动的内容，比如步行时间、力量训练时间等，并在一天结束时回顾这些记录，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运动状况是否足够。最近许多人的心理状态出现了问题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开始运动是一个良好的选择。运动对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，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情和积极性。建议大家不要独自闷在房间里进行抱怨和独自烦恼，可以播放一下喜欢的音乐，外出散步并开始运动。接下来，我简要介绍一下睡眠的重要性。优质的睡眠是最有效的抗衰老良药之一。然而，现实情况是，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人都患有慢性睡眠不足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。有研究表明，连续2周每晚只睡6小时，其效果相当于连续2天整夜不睡觉。而连续2天整夜不睡觉的状态，与大量饮酒后的认知能力水平相当。换句话说，睡眠不足会导致工作状态类似于酒后驾驶，不仅生产力无法提升，还会增加错误率和健康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首要做的是，要补充足够的睡眠时间，逐步延长睡眠时间至每晚7到8小时，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